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啊？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哲学家们总爱怀疑我们的感官感受到的这个现实世界是虚假的，对吧？一会儿又是怀疑自己是不是缸中之脑啦，一会儿又觉得这个世界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啦，一会儿觉得其他人都是 NPC 啦，对吧？净想这些没事找事的问题，这西方的思想家们是不是都有点神经病啊？我们的身体感官感受到了这个现实世界，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呀，你没事怀疑这个干嘛呢？对吧？我们中国人啊就不会关注这种没事找事的话题啊。当然啊，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边也聊过这个啊，比如说庄子里面就有庄周梦蝶的故事，但是呢不多，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就不爱聊这个，我们中国人就很实在，对不对？其实啊，不单单是西方的哲学思想啦，西方的流行文化啊，比如说电影里边就有数不胜数的电影在涉及到这样的话题啊，包括《黑客帝国》、《头号玩家》、《楚门的世界》、《盗梦空间》、《全面回忆》、《失控玩家》、《异次元骇客》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把相关的片名打在公屏上啊。这种怀疑我们感受到的现实世界是虚假的啊，这种哲学论调呢，属于一种怀疑论。那为什么西方哲学里面总会有这么一个怀疑论的思想传统呢？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介绍一下西方哲学思想里面的怀疑论传统，它的文化源流是什么。那看完本期节目呢，你就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哲学里面总爱怀疑现实世界是虚假的了。大家知道啊，西方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啊。我们上一期大问题节目刚刚跟大家介绍过形而上学。那什么是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呢？不是我们中学课本里面那套解释啊。形而上学简单说啊，就是研究超越于物理世界中纷繁无杂的各种现象背后的那个更底层的更本质的东西的。其实啊，就是研究这个世界的本质的。简单说啊，形而上学就是本质学，形而上学就是要超越现象找本质，或者说呢，是一种寻求超越性的真理的求真精神。这西方的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流行文化等等等等，都受到了这种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我们不是说要介绍怀疑论的文化源流吗？这跟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有什么关系呢？下面关键来了啊！为什么西方总有怀疑论？恰恰就是因为西方有个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为什么西方思想家总爱怀疑世界是虚假的呢？恰恰就是因为西方的思想家都有这么一个求真的传统。为什么求真会导致虚假呢？这听起来好像有些悖谬，对不对？那下面呢，我们就来介绍一个经典的哲学典故啊，就好理解了。这个典故就是由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洞穴的比喻啊。这个洞穴的比喻呢，可以说影响了后世2000年的西方哲学史啊。柏拉图提出的洞穴的比喻就是说呢，有一群囚徒，他们从一出生就被囚禁在一个地下的洞穴里边，他们的手脚都被枷锁绑着，眼睛呢只能看向洞穴的洞壁。在囚徒们的背后有一堵矮墙，矮墙的后方有一对篝火，在矮墙和篝火之间有一群人举着各式各样的木偶来回走动啊，比如说人物的木偶、动物的木偶、树木的木偶等等等等啊。这些木偶的影子呢，就会被火光投射到洞穴的洞壁上。由于囚徒们从未见过别的东西啊，只能盯着洞壁上的影子看，于是他们就认为这些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他们甚至还为谁能够先猜出下一个影子的形状而互相吹捧，把猜影子当做了最高级的智慧。有一天啊，有一个囚徒不知怎么的挣脱了枷锁，他一回头才发现，原来洞壁上的影子啊，并不是真实的世界，它们只是火光的投影。然后呢，他顺着地道往外走，走出了洞穴啊。由于长期在黑暗洞穴里面待着，他一出洞穴遭遇到强光，眼睛就什么都看不到了。于是他开始了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啊，先是看阳光下的影子啊，适应了看影子以后呢，再看水中的倒影，然后呢，再去看真实的事物。最终他才发现，能够让一切事物被看到的终极原因是这个太阳。最终他就可以做到直视太阳本身了。那这个挣脱者如果返回洞穴，他下降到洞穴里边去解救其他囚徒啊，告诉囚徒们啊，你们所看到的所谓的真实世界啊，其实都是虚假的影子啦，你们跟我一起走出洞穴吧。那你觉得这些囚徒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会觉得啊，这人是不是神经病啊，居然去怀疑我们亲身感受到的世界是虚假的啊！尤其是洞穴里面的那些猜影子专家，更是会对这个挣脱者大加指责。而且呢，由于这个挣脱者啊已经看过洞外的明亮的世界，他回到黑暗的洞穴里面呢，反而是两眼一摸黑，看不清洞壁上的影子了。那这猜影子专家这时候就会笑话这个挣脱者啊，说你到所谓的洞外走了一趟啊，回来眼睛都坏了。于是呢，猜影子专家和其他囚徒们就把这个说他们所谓认为的真实世界是虚假的这个挣脱者给杀了。这就是柏拉图的洞穴的比喻。
在这个比喻中，洞穴里面的囚徒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洞壁上的影子就是我们感官经验到的世界，而洞穴外面的世界才是真正的真实世界或者本质世界。而那个见过洞外真实世界后又下降到洞穴里边，准备去解救囚徒们，却被囚徒们杀害的挣脱者，就是哲学家。当然，在柏拉图哲学的文学语境里边，哲学家这个名号仅属于一人，那就是苏格拉底。好，说完洞穴的比喻，现在我们再说回到我们之前说的你大概就能明白为什么西方总有怀疑论，恰恰就是因为西方有个强大的形而上学传统，这话的意思了吧？因为这个形而上学传统总在强调他们追求的真理具有超越性，它具有彼岸性质，它不是我们唾手可得的，它在洞穴之外。所以这就造成西方哲学里面总有个怀疑论的传统了嘛，就是我们日常唾手可得的感官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只是表象，它并不是最真实的。形而上学和怀疑论可以说是一体两面，恰恰是因为追求理想的真，所以才造成眼前看什么都是假的属于是爱抽象的理想爱的太多，导致无法爱上具体的事物了。这种形而上学和怀疑论的一体两面，深刻影响了西方的思想和文化。包括后世的基督教哲学也是从伦理上否定了现世认为现世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最真实最善好的世界在彼岸的天国这也是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影响。这种形而上学和怀疑论的一体两面性导致这个怀疑论在逻辑上是无敌的，你好像怎么着也没法反驳掉怀疑论，因为你无论拿出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怀疑论者都会回应说你的这个证据也是被虚拟出来的。怀疑论在逻辑上是无敌的，因为怀疑论都掀桌子了，所以你怎么着也反驳不到怀疑论。这种形而上学和怀疑论的一体两面性还导致了一个后果，就是特别重视理性思辨而贬低人的感性认识，对吧？这个柏拉图主义者总是怀疑我们的感官经验感受到的这个世界的真实性非得说真实的世界不是感受到的，而是通过理性推理出来的。就像在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里面，他总在强调灵魂的看洞穴里面的哲学家挣脱锁链，一回头看到了火光，然后走出洞穴，先是看到倒影，然后看真实事物，最后看太阳。这都是柏拉图所谓的灵魂的看是哲学家用理性在看，也就是通过哲学思辨来找到真理，而普通人用肉眼只能看到洞壁上的影子。这就导致柏拉图哲学特别贬低文学和艺术创作。为什么呢？你想柏拉图认为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世界只是真实世界的投影。那柏拉图认为那些艺术作品比如说绘画或者雕塑，是比洞壁上的影子更低一等的存在，因为它们只是对投影的投影。因此柏拉图会怎么评价现代人的赛博生活呢？就是盯着各种屏幕手机屏幕、电视屏幕、平板屏幕，在各种屏幕上交换资讯、获取信息呢？柏拉图也会认为这是跟投影的投影打交道，估计柏拉图他老人家也会认为我们是活在洞穴里的现代赛博人。但是呢，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又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反柏拉图主义的新传统。这传统的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呢特别强调理性思辨而贬低感性认识，而到了近现代哲学这里我们的感性经验、我们的生命意志、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肉身感受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其实这一新传统从笛卡尔、康德开启的主体性转向或者认识论转向就开始萌芽了，到了后来的尼采哲学，再到后来以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这种重新高扬肉身感受的新哲学传统越发兴盛。我们通过打比方来说这就好比呢，我们眼前有一块电视屏幕我们通过这块屏幕接受这个世界的信息你可以把这块屏幕理解为洞穴比喻里面的洞壁。这柏拉图主义者会怀疑这块屏幕是否真实存在，而近现代的主体性哲学家和现象学家会放弃这种会导致怀疑论的形而上学问题，而转而追问这块屏幕如何被我们所观看。我们应当选置掉对这块屏幕是否存在这个形而上学问题的纠结因为这不可能纠结出任何有意义的结论。在柏拉图主义者看来，我们的灵魂需要看清楚，而在后世的哲学家看来，我们肉眼所看到的真实性也很重要。我们肉身感受到的真实可以说就是一种真实。那说到这个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对怀疑论的反驳。这之前不是说了吗？这个怀疑论在逻辑上是无敌的，因为你拿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们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是真实的，那怀疑论者总可以回应说你拿出了个证据也是被虚拟的，那怎么办呢？
我们这个大问题节目经常出现的当代哲学家，纽约大学的哲学和认知科学教授大卫·查尔默斯最新出了一本书《Reality: Virtual Worlds and the Problem of Philosophy》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中文了，叫做《现实家：每个虚拟世界都是一个新的现实》里面就用了一种用魔法打败魔法的方法来反驳怀疑论。这查尔默斯说你们怀疑论者不是说我们这个世界是虚拟出来的吗？无论是被更高级的智能模拟出来的，还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可以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呢，那就是被虚拟出来的，没问题。我们完全可以假定我们这个世界它就是电影《黑客帝国》里面的矩阵世界。但是呢，这并不能由此推出怀疑论者所认为的这个世界就是虚假的。查尔默斯由此提出了虚拟实在论，也就是说呢，即便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虚拟的，但它依然是真实的。怎么个叫做既是虚拟的又是真实的呢？要知道以往的那些哲学家科学家，他们要反击怀疑论说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大多呢都是建立在一种物理实在论的基础上去反击的。那什么是物理实在论呢？就是现在主流的科学抱持的一种世界的真实性取决于物理实体的真实性的这么一种观念就是说呢这个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那这个物质呢又分好多层我们人类动物这种生物呢是由生物学里面的器官细胞这些生物组织构成的，而这些生物组织呢再往下还原一层又是建立在化学过程的基础之上的，而这个化学过程再往下还原到最底层，就是由像分子原子电子夸克这些最基本的物理粒子构成的了。而所谓的物理实在性，就是说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就取决于这些最基本的物理粒子的真实性。那这种物理实在论想要反击怀疑论就是说你看我们用物理仪器观测到了这些分子原子都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建立在这些分子原子的基础之上的物理世界那就是真实存在的。那怀疑论者还是可以说，你观测到的这些分子原子那也是被虚拟出来的呀。那就像洞穴里面的囚徒看到的洞壁上的影子只不过你们是用物理仪器看的，对吧？这个物理实在论还是拿怀疑论没有办法。但是呢，查尔默斯摒弃掉了这种物理实在论就说这个现实世界还原到最后它并不是物理粒子，这些分子原子电子夸克并不是最底层的。再往下还原到最底层是比特，也就是一种计算过程也就是10101001，就是代码，就是算法。这就是查尔默斯的虚拟实在论的第一条哲学根基——计算主义。物理现实的最深层次的结构就是一种信息或者计算结构。其实这种计算主义也是很多怀疑论者所认同的就像之前说的，我们这个世界完全可以是电影《黑客帝国》里面的矩阵世界，是被计算机模拟的。查尔默斯的虚拟实在论能够打败怀疑论的第二个关键的哲学根基就是功能主义。这功能主义就是说事物的真实性并不取决于它底层是由什么分子原子这些基本材质构成的，这些机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个机制最终所形成的功能状态。要实现同样的功能底层采取什么样的机制是可以替换的，是有多重选择的这就是所谓的机制中立性。这就好比说呢，要实现准确的显示时间这么一个功能小张的手表是机械表，小李的手表是电子表，他们都准确的知道了北京时间是多少。好，那么基于计算主义和功能主义，虚拟实在论认为即便这个世界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它也是真实的。这模拟世界里的东西的真实性在于它在这个模拟世界里面实现了什么样的功能状态。只要模拟世界里面的人吃下了模拟出来的馒头，他真的就吃饱了，那么这个模拟世界里面的馒头对于这个模拟世界里面的人就是真实的馒头。所以就算我们生活这个世界是被计算机模拟出来的，那只要我们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虚拟吹风机能够吹干我的虚拟头发我们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虚拟老板能给我这个虚拟打工人发虚拟工资我们这个虚拟世界里面的虚拟爱人能和我这个 NPC 谈恋爱，那么我们这个虚拟世界也就具有了它的真实性。哪怕我们所看所听都是洞壁上的影子，那只要这个洞壁上的影子看起来足够真实，能够切实影响到我在洞穴世界里的生活，那么这些洞壁上的影子就具有了一种虚拟实在性。
好，本期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我们今天探讨了西方哲学里的怀疑论传统的源流啊，了解了怀疑论传统和形而上学传统是一体两面的。那近现代哲学对这种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发起了一场反制。那对于贬低感性认识的传统柏拉图主义呢，现当代哲学也重新高扬起肉身的感受性。那对于怀疑论呢，查尔默斯通过计算主义和功能主义为我们当今的赛博生活提供了一种虚拟实在性。我们以后的大问题节目啊，可能还是会有不少的选题啊，和这个形而上学与怀疑论的一体两面有关啊，因为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嘛。希望本期节目的介绍啊，能够让你了解啊，为什么西方哲学总爱聊这个。好，本期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